2015年5月28日，丹麦观察报和德国明镜周刊公布了一则友邦惊诧的消息，他们无意中获得了俄罗斯核基地的绝密文件。好消息是，相比于德国国防部的1234密码，这次倒没那么乌龙。坏消息是，资料全是记者在俄罗斯国家采购平台下载的，相当丰富啊！从核基地厕所位置到隧道示意图，再到安全系统监控，一览无余。好家伙，真就 CIA 都是图一乐，搞情报还得靠记者是吧？大家好，我是星辰 UP 主新人，好久没讲毛子了。也正是这条新闻，让俄罗斯军队这个熟悉又陌生的词儿入了我的眼。是，我知道23年我表扬完毛子的海上拖拉机酷姐被扣了一堆乌贼、美分、鹅毛、哇哇、粉红的头衔，但没办法，它实在太抽象了。仗打了3年，什么轰炸机被机场团建，工人偷航母零件，军舰起火后被巨浪掀翻，拉得一坨比一坨大。今天让我们一起看看斯拉夫大区的匹配机制。提前声明啊，我不支持俄乌任何一方。还在划拉视频的观众准备开饭。提到俄罗斯军备，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当普京面拽掉车把手的门捷列夫，还是厨子那句谁个 Gerasimov Yesukabay Pripasy，亦或是考古科研10年的飞机导弹？经常带兵打仗的都知道，提俄罗斯自然不能不提他那创造了诸多辉煌成果的前辈苏联。慈父的管风琴卡秋莎，3马赫的不锈钢传说米格25，悬在北约头顶的利剑最美红星图160，还有苏系垂直起降的绝唱雅克141，一箭成军的重型载机巡洋舰，哪个都是传世经典。而说到现在的俄罗斯军队嘛，高情商的说法叫苏联余晖仍在，低情商叫装备略显老态。咱先抛开装备不谈，这里面最大的乐子就是泄密。2016年7月，莫斯科街头10多辆黑色奔驰越野车占住所有车道，轰隆隆飞驰而过，车内难掩激动的50名毕业生疯狂鸣笛、招手、欢呼。按说这是好事啊，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啊，这些人呢是刚从联邦安全局间谍学院外国情报科毕业的学生。更离谱的是，他们还雇佣了一名专业摄影师记录，整了个毕业照发网上。一帮以后要执行潜伏工作的准特工，就这样把自己的脸展示给了全世界。不是哥们儿，你们是间谍啊！得知此事后，克里姆林宫震怒，将间谍学院领导降级，学生呢则发配边疆挖土豆。当时很多人还以为这是苦肉计，是暗度陈仓，真间谍早潜伏好了。现在回头看，真他娘的只有表象而已。别急，还有高手呢。这就是开头的俄罗斯最大泄密案，资料也不多，就超200万份文件而已。泄密的起点也是怎么听怎么扯淡。原本这些文件由负责基建现代化改造的国防承包商管理，但因为办公流程的疏忽，不小心将机密文件上传到了国家采购门户网站的不设限访问的云服务器上。最雷人的是啊，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加密保护，格式统一，编号清晰。最后，记者利用代理服务器绕开网络限制，轻松下载，没有黑客，更没有007机密校传之传错表。内容本身更是相当劲爆，包括洲际导弹发射井的坐标、核武基地改造计划，从井道结构到电缆布线，从安保健康到士兵执勤，可谓非常详细。更夸张的是，亚斯尼的战略导弹部队基地的详细蓝图，包括厨房改造图、厕所排风设计、强暴横幅布置计划及驻扎士兵健身娱乐用品。而该基地部署有毛子最先进的先锋高超音速导弹。丹麦观察报联手明镜周刊，将泄密文件的井道图纸叠加在卫星图像上，搞了个好玩的交互式网页。这波是利好游戏开发商啊，游戏名我都想好了，战地2024核武风暴，一看就能大卖。EA 不做我做，就问你们买不买吧。你看 Peggy 16. Shame. You come to our country to murder us, yet we are the terrorists. Putin said that his country is ready to use nuclear weapons if its independence is threatened. Это не бред. Holy shit. You know what that is? Russian. Portable mix. Шойгу! Герасимов! Где боеприпасы?
更抽象的是，早在2020年，由于过量泄密问题，俄罗斯不得已立法将国防订单采购完全保密，但相关单位依然通过公开网络大量发送机密文件，终于在今年爆出来这个最大核泄密案。对了，根据文件呢，虽然毛子正在被制裁，但很多核基地的建筑材料还是从欧洲进口的。你永远可以相信毛子的抽象。再小提一嘴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核潜艇基地因长期拖欠电费，被电力公司突然拉闸，差点导致核潜艇反应堆失控。最后咋解决的呢？答：北方舰队派水兵上岸攻占发电厂，强行通电。关于毛子的情报拉胯，更点中点就是今年的轰炸机去库存事件。其实毛子机场被炸不是第一次啊，但这次乌军间谍居然在俄境内策划了1年多，材料在俄罗斯买的，组装在俄罗斯，训练在俄罗斯，用的是俄罗斯司机拉的卡车，全程毛子毫无察觉。最后被乌克兰无人机在6月1日横跨国土数千公里的5个州的多个军用机场同时发起袭击，打掉图95、图22M 等多架战略轰炸机，最远居然打到了靠近黑龙江的机场，还被拍小视频。尽管对损失大小各方有所争议，但普遍认为乌克兰以几乎忽略不计代价给毛子造成了数十亿美元损失，而俄罗斯防空失能，麻痹轻敌，重要战略轰炸机没有任何防护，边境管控漏洞百出，可以说丢尽了颜面。怎么说呢？和曾经那个将西方渗透成筛子的克格勃相比，不由得产生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他娘的，毛子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大声告诉我，军队最重要的是什么？对，装备。平心而论，放在世界尺度看，毛子装备面板相当不错，但有个经典永流传的评价：中方参演官兵也登上此次参演的俄太平洋舰队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参观。通过参观俄方的舰艇，以及在码头上看到的我们并排停靠的这5条舰艇来看，我感觉这装备啊，就像一个铺开的时间轴。我感觉在俄舰上感受到是厚重的历史。我们先讲最具代表性的俄海军唯一航母库兹涅佐夫号。关于库姐的坎坷，新观众可以回顾这一期啊。1982年开建，没装完赶上苏联解体，连夜从黑海船厂跑路，先天缺陷再加上毛子的离谱维护，那可真就遭了老罪喽。自2017年现代化改造后，先是爆出船员偷航母无线电倒卖，2018年又突发船坞断电，甲板被塔吊砸了个大窟窿，2019年原定服役节点意外起火，交付延期，2021年因恶劣天气导致维修缓慢，再延，最后延到2025年。大概也许可能不用延了啊。据媒体爆料呢，库姐上的1500名船员去年被编入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进入乌克兰参战。旱地行舟嘛，罗马正统了。而最新消息是在船厂挣扎了8年的库姐可能真的要没了，俄罗斯考虑放弃维修。另一个是图160，早在2010年，毛子对图160提出了延寿、复产、升级的3步考古战略。2015年，普京御笔朱批，图160生产恢复启动。根据计划，新款白天鹅必须深度的现代化改造，预计2020年量产。好消息是2021年，大俄利用苏联遗留的半成品机体和部分零件还真传出一架。坏消息是，紧接着爆出分包公司挪用公款，导致进度推迟。2022年，一名图160工程师又叛逃美国。最新消息是，今年终于集齐图160 M2 的碎片，只不过数量不太多，就一架啊！10年呐！而空天军的计划是装备50架图160 M2。没法子，俄罗斯军工都快跟战锤一样，全靠挖自家剩余物过日子了。不重要，这都不重要，毕竟这俩还能撑场面。而俄军的其他低级失误更是层出不穷，热度最高的就是 A50 预警机事件。2024年1月，带着伊尔22电子战机出门溜达的俄罗斯 A50 被一炮干进了海里，一举创下历史上首次实战中预警机被击毁的辉煌战绩。预警机被人击落来预警其他飞机，很合理吗？有多离谱呢？这么说吧，相当于在家具城打败了成龙，这不是个例啊。2月，毛子没开2度，又一架 A50 被捅下来了。不是1个月干一架，这预警机难不成是普里戈金开的吗？更抽象的在后面，乌克兰声称是自己的 S-200 打的，俄方则表示你打我预警机早被发现了，咱防空系统发射的2枚导弹拦截，1枚命中 S-200 导弹，1枚呢
不慎误伤预警机，然后砰的一声。考虑到两边呢都不太说实话的光辉传统，这就像两条内裤啊，一条脏了没洗，一条洗了没干，你穿哪条也不长脸呢，一根筋变两头堵了。要知道 A50 虽然是40年前的老古董，但造价超3亿美元，目前俄军只剩6架能运行，而理论是至少需要9架才能维持俄乌前线的全天候监视。我有一计，请诸君静听。哎呀，大毛你也别硬扛了，要不找东大在海参崴组个联合舰队啊，在你那旮瘩呢再建一个长波电台，岂不美哉？好消息是，毛子没有出现带营军队那种玩迫击炮求轴的特殊爱好啊。坏消息是呢，处于战时的俄罗斯军队则深陷更严重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对，腐败丑闻。首先就是2024年4月，绍伊古的挚爱亲朋国防部副部长伊万诺夫被指控在国防承包中收受巨额贿赂被捕。他曾负责武装部队大教堂、马里乌波尔重建等多项工程。他的前妻是社交名媛斯维特兰娜，两人于俄乌冲突4个月后离婚。前妻拿着以色列护照，在欧洲奢侈品店疯狂采购，花85万欧在法国租了一栋别墅，25万欧的游艇，甚至一次性在巴黎购买了10.4万欧的钻戒和15万欧的耳环。据俄安全局调查显示，而这些消费皆由国防部承包商承担。此外，他还拥有估值超10亿美元的房产。之后，重磅炸弹接连不断。5月，前俄军第58集团军司令波波夫被指控将2000吨用于前线修建防御工事的建筑材料在黑市上出售牟利。同月，国防部人事总局局长库兹涅佐夫中将的住宅被搜出价值1亿卢布的赃物、金币和其他奢侈品。随后，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沙马林也被捕，罪名相同。1个月内，国防部通信、人事、后勤、工程等关键部门的5名高官落马。你以为这就完了吗？7月，负责监督军队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布尔加科夫大将也被安全局逮捕。经调查发现，他收受贿赂后与食品厂合谋，高价向前线军队提供劣质口粮，包括用鸡肉替换牛肉，口粮缺斤短两。而此人曾被授予俄罗斯英雄称号。7月7日，前库尔斯克州长、现交通部长罗曼被解除职务，罪名是涉嫌贪污在库尔斯克修建防御工事的公款。解职数小时后，他便被发现在车内自杀，据称用的还是内务部送他的奖励手枪。当然了，隔壁乌克兰也不遑多让，在兵为基辅的生死关口，征兵官家中搜出500万欧现金和多国房产。军备发展司负责人联合利沃夫兵工厂主管侵吞购买炮弹的4000万欧公款，甚至国防部以市价的2倍购买军粮，以约2000万美刀采购冬装，结果买回来轻薄迷彩服。对此，时任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否认指控，称这是为了适应冬季作战，没有收到部队投诉。还有农业部长倒卖700万美刀的国有土地，被查后交190万美刀保释，大概这就是斯拉夫大区优秀的匹配机制了吧？虽然机密传错地方，后勤时常销赃，友军不慎击伤，航母遨游火光，最抽象的还是战场打得稀烂，陆军基辅大堵车，空天军狂摔预警机，海军也不甘示弱，隔三差五表演沉个船给大伙看。2022年4月，航母杀手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被乌克兰海王星导弹一发入魂。要知道，海王星导弹作为一款由苏联天王星导弹改造而来的老前辈武器，战斗部才150公斤，莫斯科号排水量近1.2万吨，是仅存的3艘苏联光荣级导弹巡洋舰首舰。这也成了继带鹰燃起来的谢菲尔德后，又一起法拉利跟轮椅飙车被秀翻的世界名画，让人忍不住说一句：这不是毛子吗？几天不见这么拉了。最抽象的是，俄罗斯国防部坚决否认，声称莫斯科号是弹药库莫名失火爆炸，返回港口途中遭遇狂风大浪沉的。但根据天气，当时海域呢并没有狂风啊。退一步讲，这他娘的不也是更丢人吗？毛子的军舰自己爆炸沉了，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的由来啊。这之后，黑海舰队可谓捷报频传，先是一艘基洛级潜艇在港内被乌军导弹炸毁。小提嘴啊，我国从毛子那儿引入的基洛级潜艇已经可以去湛江军事文化博览园买票参观了。随后，舰队所在地塞瓦斯托波尔港内的护卫舰、巡逻艇、登陆艇、两栖战舰、导弹快艇挨个点名，甚至连舰队总部也挨了一炮，受损严重。最后，毛子自个儿爆破拆除了大楼。截至2025
2025年，在没有海军的乌克兰围攻下，黑海舰队有13艘被击沉或失去战力，占舰队总军舰的1/3。为躲避乌克兰的导弹和无人机，2024年甚至不得不从塞瓦斯托波尔港撤离。这下好了，吞克里米亚前是黑海舰队没有黑海，现在是黑海舰队没有舰队。除了军舰，军官也打成了消耗品。2025年7月，刚刚升任海军副总司令的古德科夫在库尔斯克州被乌军突袭前线指挥部阵亡。2022年，空军少将驾驶战机在卢甘斯克州被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阵亡。2023年，第35集团军总参谋长谢尔盖在扎波罗热反攻战中被导弹袭击阵亡。2024年，俄生化防御部队司令伊戈尔中将在莫斯科被暗杀。自开战以来，阵亡的将官已超2位数，这其中既有军官喜欢抵近一线指挥，也有因为士气、通讯、安保缺陷不得已的无奈。哎呀，毛子真的是一言难尽。你说他拉胯吧，他能在烈士局扛过去再耗死你；说他能打吧，他总是在一片大好的时候给你拉坨大的。此处我有一联，上联预警机、战斗机、轰炸机致命一击，下联登陆舰、护卫舰、巡洋舰永远再见。1999年，新世纪到来前的最后一刻，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权柄时47岁的普京放话：给我20年，还你个强大的俄罗斯。如今，普京接掌俄罗斯25年，送别了克林顿，熬走了小布什，告别了奥巴马，迎来了特朗普。但垂垂老矣的俄罗斯仍旧深陷经济低迷、军事不振的帝国困境。俄乌战争至今进入第4个年头，甚至不得不依靠朝鲜出兵增援。2024年，俄罗斯 GDP 刚过2万亿美元，别说与美国抗衡，甚至仅与中国广东一个省相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延伸。在经济建设拉胯的情况下，俄罗斯国力已无法支撑军队实现其战略野心。无论是苏联解体，还是2008年谢尔久科夫军改打造的用于小规模干涉的营级战斗单位，亦或是胶合版大将绍伊古的缝缝补补，都已经将那只曾经钢铁巨兽彻底改头换面。近年国际局势变幻，又要求俄罗斯有一支在东欧平原绞肉的庞大现代军队，这对既缺军费又缺兵员的俄罗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81年9月，为威慑北约，苏联出动1500辆坦克、超2000辆步战车、航空兵、导弹部队、海军舰艇在内10余万大军，华约各国人民军，还有苏军最强重兵集团、驻德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均参与其中。苏军计划兵分6路，向模拟的西德、丹麦、比利时等地发起进攻，演习要求最大限度接近实战，这就是举世瞩目的8·1军演。时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特意邀请了北约观察员来观摩演习。演习第3天，苏军登陆集群便模拟登陆荷兰；第8天，成功控制住整个德国，进逼法国。在苏联的钢铁洪流下，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北约防线如图纸糊一般。但如今的俄罗斯对外装备老旧，兵出多门，经济停滞；对内腐败横行，机密泄露，管控失能，使用帝俄的军旗却没有帝俄的实力，装备苏联的武器却没有苏联的信仰，这就是最大的问题。